又烧了一车。最近比亚迪真的是太火爆了，在当下的淡季，销量竟突破了30万台，可谓是将其他车企的销量狠狠甩在身后，似乎就连老天爷都开始同情其他车企，很多自然视频被下架。最近一辆托运车拉着满载的比亚迪，在高速公路爆燃8台新车，没有一台能逃过报废的命运。该视频瞬间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但是比亚迪的公关做得相当牛逼，这才没有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不然的话肯定会对品牌造成相当大的影响。目前着火的原因还不得而知，根据以往的案例来分析，多半是因为托运车的刹车系统过热导致的起火。正常来讲，新车在托运中会将动力电池电量放至最底线，一般都会控制在10%左右的样子，所以站在热失控的角度来说，自燃的概率几乎为0。当然，以上仅仅只是个人的观点，这也不是比亚迪第一次托运车被烧。说实话，像这样的托运车建议配备2罐重型灭火器，关键时刻能减少重大事件发生。然而大家最关心的却不是这个托运司机，而是他托运的是什么车型。由于拍摄的角度的问题，也很难去确定是什么车型，不过单从这些车的侧面以及尾灯来分析，大概率是比亚迪的海豹 06DMI。 自燃敌果然是名不虚传，这辆车起火的地点就非常尴尬了，就是地下停车场门口。在中国真是处处有惊喜，只能说这剁椒鱼头是停得真好。这台车也是真的危险，红绿灯处还有这么多人，这要是炸了的话就麻烦了。这台车自然也是相当难扑灭，眼看车底的泡沫完全掩盖了底盘，然而底盘下面的火还在往外喷，要知道这番就相当于将动力电池直接与空气隔绝了。没想到这个火居然还能在真空环境下继续燃烧，看他们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扑了个寂寞，可谓是给几名消防员狠狠上了一课。我之前就说过，动力电池一旦失控，除非你能第一时间将它扔进水里，否则的话也只能等到电池包燃尽，才有可能将其扑灭。但显然这几名消防员是不信邪，眼看4名消防员在现场力挽狂澜，就差钻进动力电池里面去灭火，可终究没能阻止这台车报废的命运。然而大家最关还是这台车，它到底是一台电车还是一台油车呢？单从这台车的牌照来分析，它肯定是一台新能源汽车，而且着火的部位也是在顶部，很明显是动力电池着火。至于底盘有没有发生过碰撞就不得而知，不过从这台车着火的位置来分析，大概率是在行驶中发生自燃，不然的话也不会把车停在这里。虽然这台车最终被消防员扑灭了，估计也是全损了，没有修的必要。是20天之内第3次又需要拖车了，前2次增程器异常都是大件问题，你看第3次发动机故障灯又爆了，你说换谁忍得了？这位华为问界的车主表示，如果不是第3次出现发动机问题，火都没这么大。我是问界的忠实粉丝，我也是最早一批买这个车的人，第一批国产的支持者。不容易啊，从22年到现在不到2年的时间，无论是用车体验还是驾驶感受，我觉得都不错。但是就在最近的20天里，接连3次发生增程器异常，维修2次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昨天再次出现一场，我并不是黑粉，也不是蹭什么热度，我只是在实事求是地反馈我车的问题。我想得到问界官方的重视，以及我这个问合理解决方案。我用钱支持咱们国产车，我不想用命去支持。这应该是华为问界的疯狂暗示，都开2年了还不知道换车，那怎么给国产车做贡献？开这么久都变成薅羊毛的了。最近很多华为问界汽车的故障问题在网上出现，有的人轮胎都爆胎了好几次了。第4次爆胎，钱数完了，哪敢买了？跑不正了。有博主就表示，这几天啊，各地暴雨是接连不断，很多车辆直接被泡，变成了美女一手车。那在华为于大嘴这口中，号称1000万以内它最好的 SUV M9 已经开了2000公里的新车，你猜怎么着？天降大雨，车内摇身一变变成水帘洞了，那问题都出了。联系官方客服，客服给出的结论居然是只是漏水问题，大家自行圈重点，并不是说问界 M7 天窗也漏水，但问界 M9 没有天窗。初步判断呢是激光雷达密封处出现了问题啊。更加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朋友们，这位工作人员说了，奔驰、宝马、雷克萨斯的下雨天全漏，他的言外之意就是问界 M9 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不知道这位是不是于总口中说的诚实忠诚呢？
和一个人，只要他不只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那他们真是一看就知道是个好车。关键是啊，这个问界漏水这事儿，它不是个个例。7月初呢，有个问界 MG 所有音响部工作以后啊，车主去4S店排查，发现后备箱挡板底下有大量的积水，前后排座椅的地毯也有积水。给出的结论呢是后备箱左侧的密封胶条在出厂的时候装备出了点问题，所以导致下雨漏水。那包括问界 MG 的 A 柱也有存在漏水的问题，同质的问题多了，难道它就不是问题了吗？问界 M9定位50万级别，连续3个月销量稳定在16000台。不管车主呢是为了品牌去的，还是为了智驾去的，或者说其他原因，起码不能外边大雨，车里头小雨吧。那这个问界 M9究竟它为啥漏水啊？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回应。最近比亚迪常压油箱事件又被爆出惊天大瓜，这次长城老总亲自下场，并且暗讽比亚迪等国内车企造假。安审第一个审长城，我们是公开透明的，看看谁有问题。长城的魏总的话真的是让肺管子里面戳，如果汽车行业审计先审计长城，其他品牌的费用长城也包了。这句话怎么解读呢？其实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产业中，大家是朋友也是对手，大家用着不同的营销来卖自个的产品，但是呢，有的车企喜欢财务造假、质量造假、销量造假，经不住审计。包括现在很多车企的老总都出来说这些话，一个车企的发展的根本是先把自个儿的产品先做好，有质量的市场占有率，那才能代表你这个车真的还可以。销量做第一不难，维持第一很难。你想想在我们国内当时有多少销量排名第一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上去的也很快，下来的更快。为什么到最后一茬都是各种造假，最后落的是一败涂地？那为什么在全球市场上有一些车企做得很好，一直在维持销量这个平稳性，而且一直领先？那人家的前提就是这个车质量的稳定性。我们现在国产车在崛起的时候，近5年和前5年，这个产品质量真的不一样，我有特别大的感受。但是你不能让这个行业去倒退，对吧？我们都在同时进步的时候，不能为了市场占有率而降低你的成本去造车，越发展越落后。我们好不容易把汽车的质量提升了一个档次，很多品牌的索赔率现在下降的非常的多，但是有些品牌竟然把索赔的这种名词儿改成了什么技术升级、什么加强权益、什么老客户关爱等等等等。车坏了以后，你就无限的去给客户索赔各种的备件，那你在国内还好对吧？最多不买你的品牌了，上一次当 OK。那你去了国外，你代表的是中国汽车的形象，没有无缘无故的举报。但凡敢站出来指证的这几个车企，那一定是了解到什么的。我觉得人家这么大的车企老总不会平白无故造你的谣，如果真是造谣的话，早应该被起诉了。办企业要实事求是，回归本质，长久经营。而且长城老总这么直接的指责国内车企的问题，应该与最近多家媒体再一次重提当年长城举报比亚迪常压油箱这个事儿。而且爆出比亚迪曾经私下求饶，求长城放过。先科普一下混动车用常压油箱的危害有多大。首先，这就不符合规定，它会造成汽油的挥发，浪费车主的油，严重污染环境。更严重的是，遇到高温火花时，它容易自燃。估计自燃底也是从这里来的。这次事件不亚于当年的大众排放门事件，前前后后被罚了330亿美元，相当于2300亿人民币。美国维修或回购了55万辆已售的问题汽车，向受害用户支付了98亿美元的赔偿。如果按那个标准来，比亚迪估计都要破产倒闭了。感觉油箱举报这个事儿要了结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官方媒体来报道这件事儿。最大的官方大到什么程度呢？图片左上角你们自个儿看，新闻是这么写的：被举报常压油箱不合格以后，这个品牌曾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试图影响举报者在举报常压油箱一事上的立场，并表示会尽快进行高压油箱生产切换，同时提出可以通过交叉换股、提高旗下硬派越野车售价等方式来换取举报者能撤回举报并不再追究，然后又通过 OTA 强制升级来掩盖蒸发物排放超标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举报者选择了坚守原则，坚决捍卫行业的公平与正义，并将此事公之于众。当年有很多车评人去洗这个事儿，跟新闻里边说的差不多，各种洗地。结果这几天有这么多的媒体爆出来以后，这些车评人水军都沉默了。没有无缘无故的举报，一个车企去举报另一个车企，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他能举报吗？如果是造谣，他早应该被起诉了。偷偷升级是不是真的？你们这些车评人呐、水军呐，不用杠。我看你们在我的评论区天天说的头头是道，什么都懂，非常懂这个车企。您不会连一个4S店售后的人都不认识吧？您去现在找一个4S店的售后经理，您去问一问，当年偷偷升级这个事儿有没有统一的话术去安抚客户？到现在客户都被偷了好几年的油了，这个事儿不亚于德国的大众排放门。这个事儿总有了结的一天，我感觉快了，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
官方媒体出来吹。最后呢，我给奇瑞汽车提个醒，有些车企的水军已经不要脸到想把战场转移到奇瑞那边。当我发了各种视频去戳他们肺管子的时候，他们都说我说的是奇瑞，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自个儿这个车企的风评改变到另一个车企身上。我现在郑重的声明一下，奇瑞是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车企，虽然近2年的营销我确实不太喜欢，但是不影响它的产品力还是可以的，最起码在国内还是可以的，出口量也非常的大，而且是油电2条路同时在走。希望奇瑞一步一个脚印，不要跟那些不太好的车企去学，在全球市场把我们中国汽车品牌的荣誉打出去。不过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央视的报道已经和谐了，不能不说比亚迪的公关有点东西。最好看的还是共和国之子啊，一汽红旗竟然有自己的清收队，还有2个，真的是大开眼界。我有辆红旗 H9， 当时我买车的时候在 4S 店办的按揭贷款，4S 店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办的那个是以租代购。然后呢，车子让逾期了，厂家金融找清收队把车给偷走了，就是晚上在路边停着，他们不知道在哪配的钥匙，然后自己给车开走了，压根都没通知，偷走了2次，第一次偷走了，然后清收队给车开到郑州了，然后被郑州的另一帮清收队发现了，2帮人抢业绩的时候把我车给砸了，然后开车撞到墙上了，双方打斗过程中然后报警了吗？车在派出所，然后过去了，到那里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车是当时被 4S 店忽悠着签的是以租代购的合同。他俩都受雇于谁呀？谁让他俩来抢你车的？都是受命于那个一汽厂家金融嘛。是一汽红旗的金融啊？对。不能吧？不让暴力清收啊？然后第2次就是7月12号凌晨2点，2个人给车偷走了，我车上装着那个方向盘锁也不行，车好像被他们清收队开到一汽公司了，好像因为他们给车上的 GPS 信号给屏蔽掉了，好像在厂家。我的天哪，这你说，第一个您是经济纠纷，第2个更主要的是这车不属于你，因为你当时是以租代购的，所以这车是属于人家一汽金融的，当时签了以租代购的合同了吧？销售跟你怎么说的呀？销售没有讲。来问问红旗吧，红旗有清收队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王先生？把车给卖掉，然后就是卖的价钱抵那个车贷，毕竟这一笔欠款还在征信上面显示着。先生啊，你卖不了，这个车就是人家一汽金融的，因为你问人家租的车，登记证什么名字是挂在你名下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以租代购无耻？因为现在其实很少厂家用这种方式了。这辆车你开了1年还是2年，你还了那么多的贷款，你交了首付，最后你发现这辆车是你租的呀。说实话，消费者是有责任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在这种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以租代购的合同。22年买的是吧？哪家店告诉我？洛阳随诺红旗 4S 店。还有没有补充的啦？或者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那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开走了，他这边的违法行为我这边肯定会追究下去，看看这车是怎么解决处理，然后就是把我征信上面这笔欠款给清除掉，不能他们给车开走了，然后我名下还有1笔20多万的车贷。就王先生啊，他们把车开走了不属于违法行为，找的是第3方清收队，他们并没有拿厂家的备用钥匙呀，他们自己配的钥匙。特别我求求一汽红旗了，你不要再搞以租代购了，或者你搞以租代购能不能明确跟消费者讲啊？而且你哪来的清收队啊？哪儿找的呀？还找2波，还打起来了。一汽红旗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帮我去了解了解他在洛阳随诺红旗 4S 店买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告诉他买的车其实是租的？消费者向我们反映1年之后他才知道，并且车已经被你们的清收队清走了，当时你们手续全不全？有没有当时的录音录像？第2个是我问一下啊，你们一汽金融有清收队的，如果我在你们这以租代购买了一辆车，我没有按时还款，你们一汽会怎么做？关于这个还款，这得联系金融公司那边确认。金融公司怎么做都可以呗，可以帮我确认吗？可以呀。您帮我确认啊。首先呢，我不觉得你们方式是对的。如果我逾期了，第一个你可以打电话通知我，发短信通知我，我还不理你，你可以到法院起诉我，你可以要求强制执行，你不能找清收队呀。暴力催收多少年已经绝迹于江湖了，你们一汽金融啊，你找清收队啊，你还找俩清收队，在抢夺我车的过程当中2拨人还打起来了，真的，你这种事说出去让不让人笑话呀？我再说一遍，别人都可以这么干，红旗不行。你们代表的东西有很多，还有我们的民族情感，还有我的情感在那儿呢。第3个，了解一下王先生有没有被你们清收队清走2次车，现在他的车在哪儿啊？不，这不是他的车，你们的车在哪儿？车你们拿走了，为啥我身上还背着20多万的债务？你这清收队很厉害啊。第4个，这事儿你们怎么处理？就如果我们有一天买了个红旗，清收队出现的那一刻，我可能信仰都崩塌了。然后你们卖车，你们不要搞以租代购了。什么叫以租代购啊？以租代购害了多少人啊？我首付也付了，按揭也付了，最后告诉我这辆车是租的，这辆车属于你们的金融公司。我最后问您一个问题，你们一汽金融是官方的了？对，那还好一点。帮我问问你们一汽金融吧，有几个清收队啊？国家有没有备案过呀？跟大家讲什么叫以租代购啊？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买哪吒、买蔚来、买红旗，一定要看清楚你签的按揭合同是租赁合同还是买车合同。这件事难处理难治于在消费者签字了。我再举个这个例子，阿敏是消费者，我厂家把车卖给了消费者，消费者把车卖给了我的厂家金融，金融公司把车反租给消费者。
消费者，这个除了车辆的绿本、行驶证写的是车主名字之外，这辆车的实际所有权属于这家租赁公司，所以你是租了个车，所以你除了你的买卖合同，你还会额外签一份租赁协议和这个卖车协议，你其实把车卖给租赁公司了。所以像哪吒锁车锁的理所当然啊，我就锁你车，因为车是我的。租赁害人呢，如果有一天他资不抵债的时候，你这车他还拿去抵债的，你车是他的嘛，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我求你们了啊，我求你们了。真的是搞笑了，红旗竟然这么能忽悠，真的脸都不要了。而且现在很多国内车企在宣传的时候都说自己进了500强了，非常的牛逼，其实简单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大众就是在这些水军这个嘴里边，德系车马上就要该收拾的。这个大众排名第11位，天天被吊打碾压的；丰田排名第15，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在中国都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排名第28，福特美国车销量已经下滑到这种程度了。排名36，通用汽车还不如福特呢。现在排在排名40，宝马奔驰，一说就是豪车没有出路了，中国市场没人认了，对吧？被我们遥遥领先了，一个41，一个42，本田摩擦的比丰田还狠，天天摁在地上摩擦，摁在地上揍。世界排名57，现代就中国已经倒闭完了，现在倒闭完了，这还不算起亚呀。就单独的一个现代排名是73，加上起亚的话，排名大概能到30左右。我们中国有个牛逼品牌，上汽低调点排名93，特斯拉天天被对标，天天超越特斯拉，特斯拉排名第110，中国一汽低调吧129，日产比本田、丰田的风评还要惨，排名136。哎，你说为什么这些车企不顾点人，从平台上吹一吹呢？我们500强排名多么靠前，包括我们现在中国这两个，一个上汽，一个一汽的，这些车企为什么不去吹一吹呢？还是那句话，踏踏实实干手的，闷声发大财的，人家根本就不会去吹，也不用去吹，只有那些越缺啥的，他才去吹上。你看看那些有钱人，谁走在大街上天天跟你说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只有那些真正穷的才没事出来装，这样说应该清楚了。感谢观看我们的频道，麻烦点赞订阅，谢谢支持。